を許すなゲッタパンチ。稍微休息了一会儿，那接着我们迅速请出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吧。兽化2号机，这大概是山口市中比例最失调的人形了。看回动画，在动画中，因为唯一一次登场时处于战斗桥段，所以有关他的镜头，他几乎都处于跳跃、奔跑这样的运动状态。而在制作动画的过程中，为了追求效率，人物大幅运动时，身上的许多细节就会被省略，保留大体身形和色块。也就是说，兽化2号机的具体细节设定其实并不是很清楚，这样对原型制作来说，细节调整方面自由度就变高了。特别是走还原路线的原型，只要把握住几点主要特征，造型基本不会偏得太远。那我们再回到模型，山口确实对这款兽儿的身形进行了调整，不过怎么越调越偏了呢？极度拉长的脖子和上半身与纤细的腿部，使得他身形比例严重失调，让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法正常站立的山口玩具。总之，我们先来看看这款兽儿奇妙的关节特化吧。先说转轮部分，头部的转轮是向前的斜插和向下的直插，经典的上侧摆下平转。脖子下端呢是向上的直插和向后的斜插。脖子的造型非常夸张，呈现出向前弯曲的幅度。利用这个幅度稍微旋转脖子，就可以摆出很多探头的 pose 了。肩部关节居然采用了通常会用在膝盖上的双关节，虽然关节很大，不过由于造型比较奔放，所以看着并不是很扎眼。这样安排的作用和上期盖塔105比较相似，都是通过增加旋转半径来扩大可动。不过这款是用双关节增加的半径，两段弯直可动的它，胳膊的活动范围自然要比盖塔105好上不少。像这种穿帮大但效果出色的设计，也为后来早期惊奇山口的肩部关节设计打下了基础。再看手臂，手臂呢，由于造型原因打不直，会呈现出一点弯曲幅度。腰部用了2颗转轮，但是没有任何后仰，因为点数全点在了前倾上。可以看到它的胸甲用了软胶件，腰部呢也尽量为可动留出了空间，尽量把阻碍可动的地方都消除了。这样换来的便是酒饭团一般的腰部可动，可谓是极严重的偏科。膝盖使用了双段转轮，尽量把可动拉到180度。而脚踝关节就有得说了，我们会发现山口在这款的脚踝上使用了纯直插，导致其直立状态下根本无法进行左右接地。脚踝斜插这样已被普及的人物关节设计，为什么山口会反其道而行呢？先把问题放着，我们再继续看斜切部分。胯部，这款的胯部切了2刀斜切，一刀控制前踢程度，
另一刀控制侧踢程度。将两刀结合起来，腿部前侧范围的可动就几乎都涵盖到了。但是后踢方面，和腰部一样，这款的后踢也完全没有。那废话了这么多，相信已经有朋友有话要说了啊，我也就不卖关子了。先前介绍的种种设计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个点，我们让他蹲下来试试。我们可以很直观的发现，借着腰部的特化，下蹲状态的兽二可以将整个身子弓成一个几字，像应激了一般。夸张的脖子造型能够很轻松的带起下压探头的趋势，简单的调整就可以轻易摆出贴合自己想法的 pose。肩部的双爪轮可以很轻松的将大臂贴于身上，在直起腰部的情况下，就可以呈现出非常具有兽性的塌肩含胸的造型。插播一下，这款呢有一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的通病，咱这款呢也未能幸免于难。胯部呢，第一段斜切可以控制下蹲程度，第二段呢则可以控制腿部开合的大小。纤细的腿部也避免了弯曲时的臃肿，只要稍微用点角度结位，便会有不可动模型一般的下蹲姿态。所以为什么这款兽二站着并不好看？因为对他来说，下蹲才是他的常规姿态。最后，我们来说说脚踝和打不直的手臂。刚才展示了兽二的静态 pose，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换成动态的。在这样的 pose 下，我们来看看手臂，可以发现他的手臂呈现出的弯曲幅度，完美的表达了他的运动状态。而正是打不直的手臂引导出了这样运动的曲线。再来看脚踝，我们先思考下斜插的定义。当人物的常规姿态是站立时，往前插确实可以被定义为斜插，但这个人物的常规姿态并非如此呢。我们来看看他的脚，在老山口的常规配置中，脚尖可动大多是不被考虑到的，这也是节省成本之举吧。所以鉴于兽二的形象，山口把脚部接地部分减小到了脚尖，直接把脚部做成了蹬地状态，所以他的站立姿态其实是这样的。那这样的话，这种针对性的斜插，在冲刺蹬腿的 pose 时，可以为脚尖提供良好的接地；而在下蹲状态时，转轮上段的斜插可以提供接地，而下段斜插又可以提供平转。这样，不管腿部开合多大，脚尖都能很好的蹬到地面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山口的设计是针对性的。这款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。不同于以往的机器人形象，兽儿的攻击方式除了撕咬以外，一般是拍打和抓人这样挥动手臂类的。根据这一点，手臂才做出了运动的弧度，而脚部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上顶或者下踢的状态，所以孔位才做出了相对的斜插样式。到此，主体的亮点部分就讲得差不多了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看看给画面增加冲击力的魔法道具吧。配件方面，首先，居然一个替换手也没有，连基本的握拳也没给。先别急，相信我，你在玩它的时候，基本是不会有对其他手型的需求的。这也可以看出，山口就没打算让这只细狗直线冲拳。记得之前我有提到过，对于瘦一点的素体来说，力量感可以通过武器来加持，就是人物动作带出攻击趋势，视觉冲击则交给武器配件。那像兽儿这样失去理智的野兽，该怎么处理呢？是的，特效件。这次给的特效件几乎涵盖了兽儿的所有攻击方式。撕咬方面给了 AT 立场被撕毁的特效，不过由于是整块的透明件，插拔时还是建议使用电风吹。它这个只要一出现白痕就很容易断掉，不要嫌麻烦拆啊，就算是在拍视频也不行。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。抓人方面呢，给了这种气刃的特效，还有这个祖传的脚气特效。不过我觉得给兽儿用有些奇怪。总之，多数情况下我是不会拿来踩脚用。搭配上这些特效件 ，POS 的冲击力也算是上了一个档次。那除此之外，我觉得比起攻击特效更吸引人的，还得是被攻击时会有的特效了。众所周知啊，颠老呢离不开受伤，兽儿呢也自然是逃不掉。标鞋特效共给了2件，安装位置分别位于头部和肩部。进行对应的搭载与替换之后，它看起来可谓是颠上加颠了，属实可以算是点睛之笔。几种特效交替搭配，再与主体 pose 进行配合，这样的作品想不进都难。其实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，我的模型大部分时间都放在柜中，不说把玩，连看都很少去看2眼。我一度认为我是不是该从中毕业了，但自从我开始做视频以后呢，为了去了解原型，那些在柜子里尘封已久的模型开始轮番转移到了我的桌面上。所以我还是挺感谢我能够有机会并且有耐心去制作这些东西的。它让我发现了我身边原来有这么多令人感到高兴的小东西。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改口了。以往被我称之为模型的东西，现在呢，我更愿意称之为玩具。